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你先坐着，你别走。哎，对。哎，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，我要重启调查。你总走什么呀？你坐那，咱们就好。行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？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，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，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。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，明晃晃把我们当傻子呢吗？这不是？谁呀？你们呀，还有啊，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，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。你们追了吗？秦科长，镇政府的路怎么走，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？你站着。你喊啥？你老跟我喊啥呀？不，你老走啥呀？这是你办公室，你要走也是我走啊，你总走的。有秦队，稀客，秦队，那干啥呢？打扫卫生呢？可不，还跟原来一样脏乱，我们也看不下去啊。是吗？嗯，哎呀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坐过这位置啊？对啊，哎呀，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，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！怎么的？每天睡不着觉啊？对，睡不着觉啊！你小子，咋又调回来了？调什么回来？我回来是问点事儿。哎，几年前有一个案子，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，你们是谁经办的？哎，当时我参与了，这案子不结了吗？4年也没诉出去啊，这叫结案啊？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？咱就是个跑腿的，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。你别给我打太极啊！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！秦队，你别叫秦队，叫秦科长。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。啊，行，秦科长，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，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，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，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，你现在问我，我也说不出个1、2、3来。哦，来，秦队吃瓜子了。胡队经手这个案子，对，你们怎么样？还跟原来一样呗，还跟原来一样。还行，就是想你。哎，别往地上扔，刚扫完的，你这，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。哎，你你坐会儿，走了啊。慢点，不坐会儿啊。回来了，秦科长。啊，去检察院咋样啊？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？嗨，还是那套词儿，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。他心里明镜了，知道咱们拿他没招，只要咬死不认，案子就诉不出去，更没法判。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？也不能说没有办法，也有。不过呢，咱得先找到他弟弟，堂弟。堂弟？哎，谁堂弟啊？郭凤英。叫什么名？郭强。为什么要找他？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相关票据啊，都在他弟弟手里。哦，票据。对，结果这小子跑了，好几年没找着了。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？找了，
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。对，就胡兵那儿，西山分局找的。哦，咱预审科呀也想找，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，不能去找。你也知道，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，只负责送件儿。至于信里写的是啥，咱就管不了。行，我知道。哎，你干啥去？对，胡局，你看，秦大科长，来吧，再坐。秦科长不大，有谦虚，有啥事说。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。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，还有啥可聊的呀？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，这案子是你经手的，我得了解清楚。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，那怎么不追回来呢？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，镇政府不搭理，你说咋追回来？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，跑了4年多了，一直没下落，也找不到啊。局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，别的案子不办。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，总得回家吧？你们应该去看看啊，到他老家。你咋就没去看啊？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，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，没人去，怎么就没去？胡局，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。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，就得重启调查。哎呀，重启调查没毛病，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，这道理你不懂吗？再说了，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，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。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。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？怎么的？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？这案子经你手啊，现在4年没结案，那你这算工作失误，知道吗？你调岗就不管了，对吧？你全像你这样的，这甩手当掌柜的，不干事儿，那老百姓怎么办呀？哎，不是秦川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儿的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，我全告诉你，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。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现在在预审科，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，行不行？好好当你科长不行吗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。预审科怎么了？什么叫管闲事儿啊？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，对吧？你有能耐你破去，别搅我，没工夫。干嘛？我打电话，我给韩局打电话。打电话回你预审科，别在屋里打。你敢摔我电话你？各位，咱们开个会啊。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，胡兵说结案了，但是咱们不能不管，对吧？这事儿干了就得干明白。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，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。秦科长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不有什么不好的？符合法律规定吗？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，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，对吧？我看行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是吧？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儿拉上，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，要不然太被动了。这事儿，他们能同意吗？你不试试，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？年轻人做事就是想，敢想敢干。老廖不是敢想敢干。我呢，以前在刑警队干过，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。这样我说一说，大家看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，就像吃饭。这案子侦查完了，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，我们来整理。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，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。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？给你端上来了，你吃也得吃，你不吃也得吃，太被动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，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，是吧？
就别说积案，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，我们都直接参与上，直接指导。陈科长，你这个想法非常好，我也支持。但是我有点顾虑。你看看啊，一呢，咱们去了，主动去参与，是不是？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？这是一。第二呢，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，恐怕是人手不够。第三呢，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让他们出现场啊，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，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？这不是？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。人不够，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。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？一个分局调俩，跟他说，我这人手不够，不给。陈科长，调人的事儿啊，局里发通知了。别的分局都挺痛快，就东山湖滨不给，你说咋整？你又干啥去啊？喂，韩京东，哎呀，韩局，你咋回事啊？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？啊？哎呦我的天，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，这行？啥叫告状啊？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？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，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？哎，不，韩局，是这样，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。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？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？要我说，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，你信不信？容不下他，你就给他支个桥，让他升级，赶紧走人。我告诉你，胡斌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，没工夫跟你瞎嘚嘚。你接着，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，你小子就给我滚！有多远滚多远。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。你们俩能不能不闹？啊？一天天的，天上地下弄得跟乌眼鸡似的，还能不能好好干？他不给你人，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。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。一天天的，他不能干事儿，他不能干事儿，就你在干事儿。我告诉你，秦川，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，他要不干事儿，能干到今天。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，就看不起老同志了。老同志怎么了？我也是老同志。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，你牛在哪儿？你告诉我。你要真牛，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。出去。胡局，老胡，胡哥，兵哥，是秦科长吗？是啊，我是邵正国，我是苏立军。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，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道。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，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，我俩就跟着你干了。你说咋干就咋干呗。那你们胡局呢？胡局办公室呢？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，
哟，秦川，孙检事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预审了吗？是啊，去预审了。怎么有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事先打个电话。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。坐，有啥事说？是这样啊，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？是啊。就郭凤英那个案子，就那诈骗案，4年诉不出去，啊，你们那个给退了卷是要完善。这个案子我知道，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子了。确实啊，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，所以呢，我想重启调查。你知道的，我侦查破案在行，搞预审不在行。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儿，啊，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，法院管判案，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？你倒是挺敢想。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，这是不允许的。我知道，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。我知道。我在想，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，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，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？那也得法院同意呀。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。孙检事长，咱们先说好，啊，你放心，我不是走后门，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。我就是想，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，是一头的。哎，我们两面取证，法院是指导我们嘛，这没毛病啊。要这么说，倒是没啥毛病。试试？我觉得应该试试。站住！哟，小柴，来，正好要找你哦。怎么，你们挺熟啊？还行，上次我找过他，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，前后都是他介绍，态度特别好啊。哎，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，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？可不是吗？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。啥？也好，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？去问问他们，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。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，钱也要不回来，群众意见很大，年年两会啊，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，不行你就去试一试。秦科长，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？是啊，我原来就是刑警啊，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？就站住呢，是不是？这倒是真事儿。128大案的时候啊，还立官等功呢。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啊。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，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，咱就干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，工作上特别配合。是，这也是我们骨干啊。另外呢，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？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，太冷了。你要行的话，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？那差不多吧。这滑头。周法官、柴检察官，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。我想呢，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，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。周法官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没有。周法官是这样啊，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就提出来啊，咱们大家一起商量，啊，商量着来。秦科长，我们院长说了，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，只能指导，不能参与，而且必须保持中立。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最好背着我点，也不要问我意见。哦，明白了，那行，那就听我的，好不好啊？
这个文件我不能收，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，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，还真给不了了。那你说这没用，你说这有啥用啊？他是赃款，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，我们就没法结案呢。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，总不能让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回来吧？不，镇长，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！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，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。我是预审科的啊，这个是你们是合商来的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，我那忙着呢，开着会呢。你们要做你们做一会儿，不做你们可以走。我这有好茶，你们泡点茶喝啊。走了啊。哎呀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，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。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，只要一提退赃款，立马开溜。秦科长，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？走吧，回去吧。等会儿，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我想想招，这还想啥招啊？你们咋又回来了呢？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？我那正忙着开会呢。我们回来啊，只想再说一句话：这骗子呢，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，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？啊，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？啊，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，啊，都不能违法犯罪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。刚才说记下来没有？啊，行。哎，你记啥呢？啊，是这样啊，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，但是呢，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，他刚才没吱声，大记者啊，我刚刚你说的话，我说的话，人都记下来了啊，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，那就不太好办了。不行了，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。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，就先走了，好吗？嗯，然后你好好想想，喝点茶，好好想想啊。秦科长，你说咱这招能行吗？不知道，等着吧。秦科长，咋了？啊，我刚开完会啊，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，我刚才上书记那儿，这3万块钱拿来了，他早就准备好，他没告诉我。哦，那挺好，拿了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你开个收据啊啊。好。秦科长，那个这都中午了，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。我挺忙嘛啊。去吧，吃点。不用。哎，好。你看这个啊，这章上这新鞋盖好了啊。好。这闲着上条口裤子啊。好了。那这样，秦科长我就走了。好了。谢谢啊。再见啊。好。查一下。整3万，正好是吧？正好，走。秦科长，你也太有招了！我在那儿能看傻眼了。秦科长，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，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。什么公家事儿、自己事儿啊？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，对吧？
你事儿在你手上，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。你不办，他不办，就没人管了。周法官、查检察官，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。去他家干啥？他家早就没人了。再说，我是来协助取证的，不是来办案的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周法官，这样我这么想的啊。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，跟他是同伙，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，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。我想过去看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、信息什么。那郭强也早跑了，这都4年过去了，我们去不也白去吗？哎，我知道，那过去看看嘛，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，是不是？反正也没事儿，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，行吗？不听我的吗？不刚才说听我的吗？是吧？我没意见。那我说了算了啊。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。啊，行。哎呦，哎，等半天了吗？辛苦了。秦科长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前面路不好走，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。哦，车进不去。车进不去了？对对对。这就郭强家，这是他家大门，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，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。一直都没人啊？4年了，一直都没人。当时案发那年，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8趟，要是有人，当时就给他抓到了。这跑了？对，当时得到信儿，直接就跑了。您看，秦科长，这天气还挺冷的，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，暖和暖和吧。在这儿也抓不到人。是挺冷的，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哪？一起去吧。我再转转。哎，你们快去。走吧，大伙儿跟我走吧。你再转转，我们先去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？你认识郭强家呀？认识啊。哦，你也是本村的啊？是啊。你干啥呢？哦，我是来开发案。开发？嗯。这有啥开发的？哎，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。哎，你认识村委会吗？你带我去一趟呗。不知道啊。你咋不知道？你是本村的吗？本村就知道。你哪村的？不是，你是不是郭强？你是不是郭强？你谁？我是合昌警察。老七，老七，我们来了。警察证给我看看。你是不是郭强？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。所有的票据，我姐公司的票据，都在这里。走，过来。你靠上。这证据都真实的？真实的，公司的账，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。我怕弄不清楚，就留了后手。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？那是，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，相互咬起来，总得有个凭据啊。没问题。行，走吧。你们也太厉害了，我刚回来，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？哎，怎么知道你回来的？碰巧了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我都跑了4年了，刚回来我还想呢，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？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？别说了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碰巧了。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老天爷都在帮我们。那走。
今天、明天、后天的，你还挺会算呢你。进。安局。啊，秦川。您找我？啊，来，先看看这个。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，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儿。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，行政上要做出调整，刑警队伍要扩大，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、责任到人，取消预审，建立侦审一体化。我们研究了一下，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。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？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？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。哦，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。对。韩女，其实给我升不升职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，我不是很在意。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。还想当刑警队队长？哎，对，想都别想了。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了？你跟他较什么劲啊？他多大岁数了？过2年就退休了。知道你喜欢破案，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，就是要主抓刑侦。我这话没说完呢，你看你就来劲。听我说，你跟人家好好配合，事儿得你干，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，案子出了，你得领人破。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？听着，做人得有点情商，有点智慧，不能总是一根筋。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，要不然谁惯着你啊？别废话了，赶紧上任去。好。老胡，胡哥，兵啊，哥，秦局，带报到了。哎，胡局。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，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。你看，这个窗明几净的，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。不信你摸摸啊，满意不？啊，满意满意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，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，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。哎啊，胡局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这到这儿来，咱们俩大班子，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、帮助和指导。哎，别，我再过2年我就退了。你看你比我小这么多，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。我保证了，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。
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，我就主动打报告，我去交警支队。哎，老胡，你别多想，我说真话啊！啊，你好好适应适应环境。我走了，我走了啊！啊，走了。好看吗，海冰？有吗？李元前2天来电话了，要把海冰接走。我看这闺女这2天心事重重，你多留点心。喂。哦，常书记您好，您有什么事儿？哦，明天，好。常书记给我打电话。常书记找你？嗯，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？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，我能有什么违规的？这不升官了吗？还拉了个脸。哎，你穿外套，个傻狍子。谢谢。请你来呢，是有件为难的事儿。哦，您说。我们这有一个专案，是一伙盗贼呢，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。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。哦。这伙盗窃分子呢，盗窃了200吨的黄豆，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，报的是500吨。哦，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，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，报水账。我们介入调查，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。刚问完话，还没结论呢。第2天，这个主任自杀了。哎呦，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，说是冤枉了，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。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，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得市委书记、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，天天都得从后门走，社会影响太坏了。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？那到底盗了多少啊？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？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。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。你说主任能没事吗？但是得有证据，所以得破了案子，抓获这伙盗窃分子。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，破案攻坚，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摸着，更别说结案了。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，尤其是柴检察长、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，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。把这伙盗贼抓住了。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。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？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。韩局长说，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，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，成立一个专案组，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，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。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？我没意见，那我就试试。喂，
韩局啊，在我这呢。你跟他说说，韩局。嗯，好。哎，韩局，我在常书记这儿呢。我知道，你好好干，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，要人要车，要啥都行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好嘞，哎。常书记，那我就直接说了吧。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，这么兴师动众的，万一案子要破不了，这影响就出去了。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，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。我呢只需要1个人配合就可以了。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，过来，这个也算是，指导办案，互相配合，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，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。好，那就让蔡检察官配合你，你们俩熟，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。哦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柴检察长，检察院副检察长。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？前几年，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，我希望你说说情况。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？那10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。这么大失窃案，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？他是这么个情况，这个粮油储备库吧，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。就往常嘛，这个黄豆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，再通过传送带，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。按正常来说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，那个都是有数的，固定的。可是有几个月吧，就这个出油率极低。但是呢，到底什么原因，找半天也没找着。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，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这个事儿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。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在清仓的时候，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，那里边全是黄豆。碗口，对，那才多大一点啊？